开始追踪以后，我现在越来越了解我自己。我现在已经知道，我一天最多可以喝几杯咖啡，最晚喝到几点不会影响我的睡眠。以前那些我不行，我做不到，我感觉我没有进步，在记录以后，这些想法都被打消了。因为记录是我胜任感和自主感的来源，这也是激发内在动机的重要的因素。用简单的话来讲，就是我能做到，而且是我自己安排的。哪一些事情其实做了之后对我根本就没有帮助，我就可以把它删掉。我现在的追踪有2个逻辑，第一个是习惯的养成，第二个是针对具体的问题去调整我的生活方式。接下来带着这个逻辑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设计属于自己的追踪系统。我会一边分享思路，一边分享一些小技巧。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又懒又喜欢一举多得的人。以前我是以周为单位来追踪，但是每一个礼拜都要重新画一次，有一点麻烦。而且周记录比较难看到整体的趋势，所以我现在改成了月度追踪。第一步其实很简单，先找到对你来说最重要、最想记录的事情，你关注什么就记录什么。如果你是第一次开始，你可以先把你现在的情况跟你理想的样子告诉 AI， 让它帮你选几个最适合开始的任务或者是习惯。这个任务一定要小到可以轻松的开始。我自己的追踪大概分成3块，我会推荐你分类之后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去写。第一个部分是学习，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每天想做或者要做的事情不一样，我们可以先画一个空心的小圈，表示你的计划。如果你要推迟，你就在这个圈上面画一个箭头，表示这个任务迁移了。等到真正做的那一天，你再画一个新的小圈。第二个部分是生活记录，比如说我之前很关注我的睡眠状况，我想知道到底是谁，哪个因素在引起我失眠，我就可以针对这些因素进行追踪。如果你有想要改变的习惯，比如说你要减少点外卖的行为，我其实更建议追踪目标行为，比如说你可以记录自己有没有煮饭，有没有在家里吃饭，而不是你点了几次外卖。第3个部分是身体行为跟情绪的追踪。任务写好以后，再把周末或者你本来就打算要休息的日子，还有一些特殊的日子，比如说你要出去玩的日子标出来，这样就不容易在你没有做到的时候产生自我责怪。很多手账里面的任务完成基本上就是打勾啊，或者填色啊，或者直接把任务划掉。但是这样其实只能知道一件事情有没有完成，但是我比较贪心，我更想记录我完成的怎样，所以我就会用不同大小的圈来表示我的情况。如果我只是勉勉强强做到了，我就会画一个小点。如果我完成的很好，这个圈就会比较大一点。如果我做一个练习全对了的话，我就会把这个圈变成一朵花。在这个圆圈上面呢，我们也可以标注进度，比如说我看到第几课了，只需要用2支不同种类的笔叠用，就可以利用同一块面积得到更多的讯息。除了这些之外呢，我还设计了一些简单的小符号来表示我的身体、情绪或者行为。其实也可以用不同的符号或者颜色来进行更详细的分类，但是符号是越简单越好的，尽可能要减少你在捕捉你信息的障碍。如果设计的太复杂，反而会增加记录还有回顾时候的负担。单纯的追踪其实只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我比较贪心，我想知道为什么，所以我会加上一个索引。这里分享3个我在使用的方法。第一个是本子里面自带的页码记录，这种方式比较适合回顾，但是如果说我们只是想要快速对比上个月的情况，其实就有一点麻烦，所以我就会用第2种方式，就是子弹笔记里面的引线法。我们可以把相同主题的页码写在一起，这样就可以快速跳转对比。第3种方法是在月追踪里面加入那一周的对应的页码，这样子当我在复盘的时候，如果我发现我有什么新的变化，我就可以直接翻回那一周看看当时是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会有这个新的变化。当我在写日记的时候，如果我发现有什么新的改变，我也可以翻回去我的月追踪，
看一下我正在做的事情有没有效果。比如说我做了这个小练习15天之后，竟然对我的日文阅读理解有了非常大的帮助，那我就会继续做下去，甚至是把它分享给有需要的人。好，这就是我全部的分享，希望这些方法对你有一点点帮助。拜拜。